20大所提到的强大战略威慑体系，不是核弹头数量那么简单。中国要的威慑能力是全域的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20大报告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了吧？不仅仅是咱们要看，现在我看国外对20大的报告研究已经很积极了。而且呢，学报告最认真的就是国外的那些情报机构，那真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抠啊，想看懂我们的思路是什么，比咱们很多单位组织学习报告那真是刻苦认真的多。这次报告中“安全”这两个字儿出现的次数特别多，跟当今世界格局是对应的。一些国家在向上发展，一些传统大国在走下坡路，格局在调整，利益有冲突，所以有些国际上的对抗，不管是不是跟中国直接相关，都有可能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安全产生冲击和影响。所以这次报告还提到2句话：军事建设方面要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，要增加新域新制作战力量，这是要确定解放军发展方向。说的更大一点，是要提升中国的抗冲击、抗干扰能力，要确保我们能够在国际秩序建设和维护方面有决定性力量。我们要能够镇得住一方的天下。可能很多人看到强大战略威慑能力，第一时间想到核武器，我觉得有道理的。毕竟核武器是最重要的战略威慑能力，这一点我们以前节目里说过。中国不仅仅需要足够数量的核弹头，我们更需要生存能力特别强的发射平台，这就包括了弹道导弹核潜艇、隐身战略轰炸机，还有西北那几片所谓的风力发电机基座。还有更强大的突防能力，这就要求更大的射程、更高的速度、更强的变轨机动能力，甚至还要强调弹上携带的各种假弹头、假目标的数量和性能。不过呢，这都不是战略威胁能力的全部。核威慑毕竟是光荣弹，是用同归于尽这么一个决心，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。总不能说不管多大的事儿都用光荣弹自爆吓唬人，这就太没有战略弹性了。现在俄罗斯是不断的降低核门槛，就已经陷入了这样的一个窘境。我们呢，不能让我们自己也是一条腿走路。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就必然包括常规力量建设方面，把解放军发展成一个全球最顶尖层次的军队。咱们不用核弹头，一样能让对方不敢动手。过去这么多年呢，解放军发展速度大家都见到了。美军怎么评价我们的？说解放军和美军还有4-5年差距，什么概念？在军事上4-5年差距基本是没差距，我们快追平了。而美军的新思路、新战法，我们已经不会觉得遥不可及，而是你有什么战法思路，我同样可以实现了，给你瞧。包括报告里这句新域新制作战能力，这4个字啊，掰开了揉碎了听懂了，那也可能是很吓人的。这也多亏了美国人，美国人不是强调多域联合作战吗？意思是海陆空天电磁还有信息各个领域联合作战。那么美国人强调这个词儿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儿。我们说新域就是要开辟全新的领域，比如高超音速亚轨道，那是在空和天的交界部分。这个新领域我们要发展出全新的威慑能力。你美国没有这个领域的应对能力，那么我对你就是降维打击。再比如各种无人作战平台、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等等领域，中美在竞争，至少我们要保持和对手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。而且从技术发展配套的，还要有新的军事思想理论、新的战法研究成果，要形成一定规模的作战能力。只要需要，我们就要敢用，还能用，并且保证好用。所以这种更具有实战意义的能力，有的时候是更大的威慑。这些威慑体系发展壮大以后，我们就会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力量。目标就是，即使某些国家在其他地方制造出滔天巨浪，那么遇到中国的利益时候，他们造的巨浪也得绕着走。